有人覺得天賦技能將會毀了暗區是吧？我帶你認清現實。你是一個雙修玩家，市面上所有的摸金遊戲你都喜歡玩，但是你最開始玩的摸金遊戲就是暗區突圍，一直玩到現在的搜打車遊戲也是暗區突圍。每次跟朋友聊到暗區，不管他們拿暗區跟誰做比較，你只需要告訴他們暗區是真硬核射擊手遊，就能讓他們啞口無言。在你心目中理所當然的將硬核跟暗区綁定，你認為只有硬核才能叫暗區，暗區也将一直硬核下去，但現實卻並非如此。這幾天你聽說暗區下賽季要出戰術能力，策劃117要給暗區增加一堆的天賦技能，你簡單的把戰術能力當成是一種技能，你大失所望。一個主打硬核的遊戲怎麼可以有技能呢？有技能的暗区還能稱得上硬核嗎？你跟大多數玩家一樣，覺得天賦技能違背了暗區的硬核設定，如果不趕緊刪除，遲早會毀了暗區。你以為下賽季的天賦技能會讓暗區的猛攻玩家自帶虎盾炮，炸倒對面之後一個噴擊過去將對手擊殺，讓老鼠玩家可以玩夺射流封烟後舔包，再接一個花來逃得無影無蹤。就當你想要退游離開暗区的時候，你意外的獲得了暗区體驗服的資格。在親自體驗了天賦技能之後，你發現實際情況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你最擔心的天賦技能會破壞暗區硬核的情況不僅沒有發生，反而讓暗區更加硬核了。每個特顯的天賦技能都不一樣，就像現實中不可能每個人都一模一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優勢，有的人瘦跑起來快也跑得遠，有的人雖然胖但身體壯能拿的物資多，而且每一個天賦技能都不是空穴來風的憑空捏造，而是真真實實可以在現實中實現的。就像這個彈藥估算居然可以讓你清楚的知道槍裡還有多少發子彈，很多人覺得這不符合現實，但是你做不到並不代表別人也不行。對於那些經過長期訓練的人來說，他們通過耳計心算與重量感受是可以大概確認當前彈夾內子彈數量的。還有這個求生意志可以讓你在倒地後健康值與移動速度增加。很多人覺得這個天賦技能違反常理，你都受傷倒地了，不應該是動彈不得嗎？為什麼反而比正常的時候還要移動速度更快了？但這些人卻忽略了，當人在遇到最危難的時刻，出於求生的本能，往往能爆發出超出自身想象的力量。那如此看來，暗區的這個天賦設計也是相當合理的。我們總拿着硬核當理由去指責暗區的一系列改動，卻不知道暗區已經在整個搜打車遊戲裡面做得很好了。其實天賦技能這樣的設計，不管是搜打車的鼻祖逃離塔科夫，還是現在隔壁的摸金頂流，他們在很早之前就已經有了。我們一直希望的硬核應該成為暗區的標籤，而不應該成為暗區的枷鎖。搜得到撤得出不逼打，這才是暗區應該追求的，而不是去做那種更改撤離規則、限制撤離人數、逼迫玩家們去打架，最後還不讓玩家們撤離的行為。